你是谁啊？哼，别着急啊，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互相认识、互相了解。我想先了解一下7月27号晚上10点钟，你在干嘛？对，富二代啊，经常抽点大烟、喝点大酒，导致记忆力衰退，很正常。没事儿，我帮你一点点的回忆啊。这得从10年前说起啊。10年前你还是绿藤市第一中学的学生，因为你的家境殷实、锦衣玉食，你和所有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这辈子哪怕什么都不干，你也能过得衣食无忧。你看，这恰恰是你不愿意去接受和面对的事情。你觉得你的人生像写好的剧本一样，按部就班啊，出国留学，然后回来继承父业，你觉得特别的压抑，特别的无聊。于是你就想着在出国之前干一点与众不同的事情，来改变这个现状。1998年啊，纠集了你所谓的朋友吧，对，啊，用露营的借口，约了这个女孩，让她跟你们一起同行。在天阳市的一个晚上，你和你3个同伙对她实施了轮奸，但是你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们住的那个宾馆正好是一个特大贩毒集团的窝点，当时就是他，记得吧？邢志森。为了这个案子，他就在这个宾馆。他把你堵到屋里的时候，你连裤子都没穿上，就跪地求饶，甚至你连买通受害人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老邢带走了。这一关就他妈10年。你从一个欺负人的人变成了一个被欺负的人，于是你就在监狱里下定决心，你一定要报复。2年前你被刑满释放了，你看，你本来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，但是你突然消失了，无影无踪，用了1个月的时间，在你自己的城湾宾馆设下了一个这么大的局。你用25万买了胡英博的1条命，并且在当天关闭了所有的监控系统。对，你指使人去绑架邢娜，利用邢娜把邢志森诱骗到城湾宾馆，再用胡英博完成你的完美计划。但是你唯一没有想到的是，我也到了城湾宾馆。我从老邢的口中知道了邢娜被绑架的事实。你为了使陷害成立，你不能让我活下去。你又指使人打开了邢娜的位置共享，想他妈的把我和这个秘密一起炸得灰飞烟灭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你们四海公司3年前包了个铁矿，那些炸药本来是要拿来炸矿的吧？用在我身上了啊！你笑什么啊？所以有的时候，我真的特别服你们这些警察的想象力。除了四海公司以外，从事矿产行业的还有7家公司呢。再说了，炸药这东西，难道一定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才能拥有的吗？
你什么意思？你帮女朋友买过卫生巾没啊？哦，对不起，你可能没有女朋友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时间和这个精力和你在这开玩笑。我问你最后一遍，邢娜到底在哪儿？这是我在老邢办公室里发现的，啊，有印象吗？这些被剪过的报纸是在你办公室里发现的，你还他妈记得吧？当然，你肯定不会亲临现场，你不会干这事儿的。但是很不好意思，我要告诉你，我们查询到了，你用这个手机和一个陌生的号码通了将近11次的话。如果我现在要是拨回去的话，进来。伟哥，之前我带人把四海公司所有的产业都调查了个底儿朝天，什么都没发现。然后之前咱们注意的那3辆货车也查了，上面除了给孩子的被褥，还有一些猪肉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从他车里发现的，你看这个。我捡的这些报纸，上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报道失学儿童的。您不是问我这1个月都去干什么了吗？台警官，我想跟你说，我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，想明白了一个道理。我之所以会被抓进去，就是因为我没有受到正确的、良好的教育。为了让更多的孩子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，所以我用了1个月的时间，建立了3所希望小学。我就是希望能用我的前车之鉴，来告诉这些孩子应该做什么，不应该做什么。行了，陆大春，我正在做什么用不着你管，少在那给我加盐加醋。我现在这样我很开心，我很高兴，你给我滚一边去！小浩，你为什么就不明白呢？我留在四海不是为了和你分家产，我只是想帮义父一把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能踏实下来，我会在最快的时间内离开公司的。我是四海集团的总经理陆大春。那天晚上呢，大概是10点钟左右，泽浩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因为他刚刚被放出来，所以呢，我很想知道他最近在做什么，但是他不告诉我。现在我知道了。你怎么知道他那天晚上会给自己打电话，而且还故意录了音？我们做生意的呢，最讲究的就是诚信，但是总有些人呢，他说话不算话。如果你被骗的次数多了，你也会长记性的。
你走吧，这用不着你。你有病吧？我一直以为你是不适合当领导，我现在才知道你是压根儿就不想。是，你有你的想法，你有你过不去的坎儿，这我理解，我也尊重。但你不能他妈这时候扔下老邢你不管吗？愿意走走，没人愿意搭理你。说够了没有？说够了，出来。痕检那边的人都已经查过了，什么都没有。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你们压根就查错了。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？我们总是相信眼睛所看到的东西，但是往往会忽略一点。你总是以为你看到的就是事实真相，但是实际上，你能看到的仅仅是凶手想让你看到的。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：就算有人事后打扫过房间，那么是怎么在有限的时间里可以把邢娜的痕迹一点不落地抹掉？那么解释应该只有一个：邢娜根本就不在8227这个房间里。没这可能，老邢不可能骗我。如果邢局一开始就不在8227那个房间呢？邢局来到的这个房间确实是8227房间。魏英国利用邢娜作为人质，逼迫邢局开枪。但是邢局没有想到，对方早有准备。当邢局放松警惕的时候，被人偷袭，被自己的枪击伤之后，倒在了地上。这个时候，真正的凶手故意让邢局看到邢娜被自己掳走。之后，邢局因失血过多陷入了昏迷。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环节。凶手利用某些工具将刑局经过走廊转移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，同时也将胡英博转移到那个房间里。这样，凶手就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制造出了一个虚假的犯罪现场。为了保证这个第二犯罪现场能够不穿帮，所以他必须要等到你来了之后，指引你到达那个位置。8227怎么走？一直走到底。而你当时只要一看到昏迷不醒的刑局，就会下意识地认为这就是刑局开枪的房间，这样凶手的计算就完成。等一下，这种方法必须要保证老邢是昏迷不醒，而不是被一枪打死，这度太难把握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假设
刑局在你来之前就已经死去的话，那么凶手可以有很多种办法吸引你的注意力，去追那辆疑似绑架邢娜的车。凶手假冒代替的房间至少要满足2点：第一，房间的布置和朝向应该大致相同；第二，为了防止警察发现，他应该会选择较远的房间。就是这个了。没错，这就是第一案发现场。这件案子，我们的侦查方向出了问题。整件案子看上去显然是针对刑局的报复犯罪，但其实却恰恰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。如果是用这套方案来栽赃刑局的话，前提是什么必须让刑局来到这里呢？是邢娜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在时间的选择上，对方为什么迟迟不动手，而非要在那天晚上动手呢？戴维，这是因为你几乎是24小时保护着邢娜。你想一想，是不是唯独那天晚上，你没有亲眼看见邢娜走进家门？就是这吗？对，唐优，你帮我查一下。邢娜失踪当晚，从长兴荣巷到老街的监控录像。先跟你说一下啊，没那么快。大陆交通的录像呢是由交警队管理的，这个点吧，现在应该就剩下这。监控我都看过了，没别人，就邢娜一个人。只有一个人吗？对。凶手能够在你出现松懈的情况下立刻动手，而从你所说的监控录像来看，又不是普通的陌生人跟踪作案。喂，你现在有空吗？那么问题只有一个。那好，我现在就去找你。凶手完全了解邢娜当天晚上的时间安排，这个人应该是邢娜熟识的人。什么？对，邢娜那天晚上主动跟我说她要晚点回来，叫我不用等她了。那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？我不知道。哎啊！每次我跟他聊半小时，哎，我整个人都感觉特别舒服。方木，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，真的。你在外面等我。你好，
我是绿藤市公安局孙。好，现在随着我的倒数，你会感觉到身体越来越轻，面前的这道光越来越强烈，你会安全地回到我的身边。3、2、1。有没有想起什么？没有关系，记忆是这样，有的时候它很残酷，但是它也在告诉你，你在过去真的存在过。好了，去休息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刚刚在治疗的重要环节，如果你刚才发出声响，那个女孩很可能会永久性失忆。刚才没有砸到你吧？没有，我是方木。在我过来的过程中，你的眼睛一直注视着我手部的动作细节。还有眼神的方向变化，你好像想从我扔出那本书的这个动作知道我的性格。全绿藤市公安局的心理测绘师，不是只有方木吗？杨云在那边。你肯定不是来找我的。素不相识的警察找上门来，只有一个目的。审讯，你刚才有提到过，你是绿藤市刑警这几个字，所以说你看到我的第一反应是，我不是你要找的人。整个诊所只有我和杨云，如果你不是来找我的，势必是来找他的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让他回去吧，我要下班了。其实，我们今天来，邢娜出事了，你觉得整件事情跟我有关系，对吗？邢娜和我约好了今天来治疗，她没有来，而你们来了。你们从邢娜遗留下来的东西上得出了我刚才的猜测，对吗？神探，心里话像是，这些光环到底给你带来了什么？你为什么总是在事情发生了之后才想怎么去挽回？为什么每当人死了之后，你才去想他有过什么样的惨痛经历？为什么只有当你一个好朋友失踪了之后，你才去关心他最近干过什么、接触过什么？罗夏海也是，邢娜也是。你到底是关心邢娜，还是只在乎通过你自己的聪明才智抓住凶手那一刻的虚荣？对不起啊，你在愧疚什么？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，刚才你左手的拇指一直在用力地按着你的无名指，这不应该是表达愤怒的一种情绪。你刚才那番话好似是在说我，其实是在说给你自己听。
邢娜就是因为你才被绑走的，对吗？那天晚上，他来我这儿治疗了大概1个半小时左右。临走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他感觉最近一直有一个人在跟踪他。跟踪他？喂，你现在有空吗？那好，我现在就去找你。但是我没往心里去，我以为那是邢大臆想出来的。如果我当时相信他的话，如果我当时选择送他的话，那今天坐在这儿的不是你们。听好了，那天晚上的录像确实只有邢大一个人，但是在某些镜头的边缘处进行放大和处理之后，会发现一个人的风衣的衣角和一个人的影子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人在有意识躲避的摄像头。错了，太伟，那天晚上你为什么和邢大吵架？他把人打了？他平时打人吗？很少。躲避摄像头，怎么做到的呢？对上了，全都对上了。凶手不是提前知道了邢娜的计划，而是他像个幽灵一样，一直的跟踪着邢娜。为了确保那天晚上你会出现松懈和疏忽，他一定主动做过什么事情，是导致你没有送邢娜回家的主要原因。他们先动的手，要拉走我的同学。你看看你现在你这个样。每个人都有能做到和做不到的事。就算你把邢娜送回了家，很有可能凶手会把你俩一块给绑了。所以你不需要愧疚。至于这些事情，就交给我们这些神探去做吧。邢娜，我会送回来的。你好。2个男的一起到这儿玩，小包就可以了，要陪衬吗？600包场，送1个果盘，现金刷卡。那这个刷卡吧。我来。我来。哎。哥，新来的，净瞎说，明天我就开了他。行，少贫，别说，今儿不说这事儿啊。厕所是在那边吧？那边要，我带你，我不，自己找啊。别说，我问你，那天晚上邢娜把你脑袋开了是吧？这个啊，我觉得这也不是给我开瓢，这是给我开了光了。我这2天智商咔咔往上升。来，我看看。还疼呢啊！哎，这孩子下手真重。我这个替他跟你道个歉啊。哎呀，这不用。那天晚上那个他到底是跟谁起的冲突？那天晚上啊，
想想。整个人是……哥，你不信我？行行行。金哥，有警察！你大爷！妈，我前面后门。在哪儿？厕所是在里面吧？要，我带你，我带。这是他吗？啊？是不是他？哎，是这不认识他们啊？起来！解酒的啊，喝吧啊，没事儿，放心啊，大胆的喝，我们不像你，杯里没东西。我们在你开设的 KTV 的包房里，其中的杯子里发现了一种叫七福迷的东西。这是干什么用的呢？啊，几个姑娘长得漂亮啊，然后呢，你们就往人家杯子里面撒一点儿，意志强的呢，能撑个3分钟。意志弱的当时就躺那儿，然后你们就把这姑娘带走。我们从宾馆记录里发现，你用你的身份证连着开了3天房，啊，是不是？29、30、31，显得你身体好是吗？今天谢谢你，你能站出来帮我们指认，帮了我们很大的忙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如果你还能想起什么来事情，请跟我们联系。好的。刘远，我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隐瞒。也许在你眼里微不足道的事情，会给我们带来很不一样的结果。其实那天晚上我被迷倒的时候，我迷迷糊糊闻到了一种味道，那是一种怎么说，臭烘烘的味道。但是后来我再醒来的时候，我在金永玉的身上没有闻到这种味道。其实我怀疑是不是我闻错了。谁啊？邢娜到底在哪儿？
行了，原来你们是为了这事儿才把我叫过来的。装孙子是吧？不是，两位警察同志，我这脑袋没毛病，我也不傻。这邢娜是谁啊？那天差点把我 KTV 都给砸了，我躲还来不及呢，我哪敢惹她呀？我承认，我姓金的确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那些女孩，她们本来就是出来卖的。你要说我是强制把她们那个什么，那不成强奸了吗？我这顶多就算一嫖娼，对吧？那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？那天晚上我才从特别包间出来，我就看见一男的，干嘛呢？把一小女孩给迷晕了。我上去就大吼一声，这男就跑了。哎，回去！他真沉！我就把这小女孩往大厅扶。看看谁认识谁就把他带走。服务员呢？我要扶上。这没想到刚走一半，这邢娜从背后咣就是一下，就干我腰上了。就这样，现在还疼呢。你抽给我看看吧。还不明白吗，警察同志？你们抓错人了，我真的不是凶手。你说这男的长什么样？瘦瘦小小的，穿个风衣，别的也没看清楚了。哎呦，你这买什么东西啊，这么重？送你的哑铃。我不需要。哎呦，嘿，我说，就你这小身板，真该好好练练。万一哪天有什么情况啊，哥哥不在你身边怎么办？从今儿开始你就给我练起来。你是真心想让我锻炼的，还是想折磨我？哥当然是希望你好好锻炼了。揉鼻子表示也是真相，嘴角上扬表示嘲笑。其实你是想看我笑话。我怎么会想看你笑话呢？我当然是希望你好了。过分注视对方眼睛，摸脖子，你在撒谎。瞳孔放大表示惊讶和恐惧。微表情是表达一个人内心想法最准确的线索，它从人类的本能出发，不受思想控制，无法伪装，也无法掩饰。微表情嘛，这个哥也懂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恐惧和紧张。那就是来了幸运。瞳孔放大就是金融解释。我的天哪！
差不多完了啊，人也不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？我得批评批评他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说你一修电脑，那你大晚上不好好鼓捣你的电脑，你在这装什么失足少女？嘿，什么态度啊？那我还不是想帮忙吗？你帮什么忙啊？啊，就拿这帮忙？那谁让他跟我来着？那谁让你到这儿来的呢？那谁让他撂我电话的？谁让他撂你电？对啊，默默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你怎么能随随便便撂人电话呢？啊？这。这条巷子是邢娜回家的必经之路，巷子全长500米，前后延伸出去大概1000米左右。年久失修，路灯很少，盘根球节，错综复杂，就像是一个特意为跟踪而准备的活体迷宫。为了安全，在巷子的2个出入口放置2个监控，凶手能够在跟踪邢娜的时候，几乎完美的避开监控摄像头的角度。那么凶手一定要满足2个点：第一个，他必须要极度熟悉整条老巷的结构和构造；第二，他必须了解摄像头的摄像范围大概是多少。这条巷子始建于上个世纪60年代，因为机械厂的改造，在05年的时候被废弃，而近2年没有类似的跟踪绑架案，所以凶手没有刻意为跟踪而熟悉整个路程，他应该是在这里生活过，年龄大概在35岁左右。目前的信息就这么多，但是他为了躲避摄像头的拍摄，就必然会在其他地方留下更多的信息。台委，我需要唐优的配合，还原罪犯的心理画像，重演犯罪过程。我现在很激动，一个我以为即将消失的猎物，现在终于出现在我面前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再次逃跑。方木，我快看见你了啊！第一个摄像头，对，我知道，摄像头的开角是90度到120度之间，距离我有4米，而我现在只要紧紧的贴这个墙壁走过，就可以完全躲避。凶手身高在172到178之间。他听见刚才摩擦的声音了，走得比之前更快了一些。他害怕了吗？是的，他害怕了。他要走了，要走了。方木，
方木，人呢？喂，回个话。方木，他会怕我吗？他会嫌弃我吗？他会嫌弃我身上的味道吗？可是他不知道的是，我一直深爱着你。喂，唐游，先别往前走了，方木那儿可能出点问题。别呀，大哥，我好不容易都出来了，你不会再让我折回去吧？方木联系不上了，你站原地别动。我，唐游，喂，唐游。是一样的。一样。哎，怎么着？不是说有线索了吗？方木呢？那个头儿，那个昨天晚上那个出了点事儿，方木他给晕过去了。晕过去了？啊，对，是那个医生说，那个他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刺激，是那个暂时性的昏迷。暂时性的昏迷，多长时间？多长时间这我也不知道。不过他身子以前就弱，我跟您保证啊，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个凶。干嘛呢？说好话，打掩护，还身体弱，身体弱当什么警察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一个警察他要是身子弱，那他的心理一定比普通人更强大。他是我的师弟，我比你了解他。啊，开始吧。在之前的调查中，因为凶手的设计和巧合，我们没有在长安宾馆发现任何和邢大有关系的线索。但是在新的一轮调查中，我们在原本的8207房间的地毯上发现了邢大的血迹。那由此就可以肯定，邢大是一定在长安宾馆出现过。
如果是这个原因，老邢开了枪，那一切都合理了。是，经过我们的调查，邢娜失踪当天大概去了这么几个地方：这个第一章节心理咨询室、金伯爵 KTV， 还有这荣庆老街附近一片区域。经过我们的排查，我们可以断定，邢娜一定是被人跟踪之后才遭到绑架的。我从交通局调取了邢娜失踪晚上的录像，在3处监控视频来看，除了邢娜的踪影之外，她的背后没有一个人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凶手在刻意的躲避着摄像头。在邢娜这个被跟踪的荣街老巷看似迷宫的环境里面，我们找到几个证据。第一，凶手身高1.70米到1.75米之间。第二，35岁左右，身材中等，其貌不扬，有着非常敏锐的方向感，90年代左右曾经在机械厂附近生活过。第三，我们在跟踪的路线上发现了动物的毛发，结合他身上有气味的这一点来看，凶手应该是动物园的饲养者。他对于邢娜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爱，虽然躲避了摄像头的拍摄，他却不经意间在跟踪路线上留下了大量的信息。他的目标是囚禁，是想让邢娜成为自己一个可以享受的玩物。冲动作案，作案地点随机，这说明他是一个典型的感知障碍性人格。综上所述，请在全市和动物园相关的场所里寻找年龄在35岁上下，身高1.70米到1.75米之间，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曾经在机械厂就职过，并且从事过和视频监控系统有关职业的男性。好，大家都听明白了吧？现在就按着方木提供的线索行动吧。散会。方木，你觉得邢娜活着的概率有多大？啊，哎，伟哥，木哥，那边技术科那边去了吗？去了，我就从那儿来的。去了。对，哪屋？伟哥啊，哎，这边，这基本上就是蒋佩瑶的办公环境，这是办公桌。刚才我跟主管去聊了一下，蒋佩瑶今年34岁，但是主管说她今天没来上班，咱去看一下主管在里头呢。说为什么今天没来？也没说为什么，夹包了有点宽，走。哎 ，hello， 这是我们队长台伟。你好，主管台伟，打扰了啊。那个问一下，7月22号晚上，蒋佩瑶有没有来上班？那天晚上晚班的不是他。哦，对，他下班还很早。那个咱这有他资料吗？能不能看一眼？啊，刚才已经派人去调，然后现在已经在调。谢谢。对了，咱这儿那个监控系统是不是他来负责？这件衣服是蒋培阳的吗？对。
太尉，啊，你把门关上。什么味儿啊？太尉，你听，还有一个人的声音。孙子！名字叫什么？说话！啊！这没有。害怕了，知道害怕是好事儿，证明你有诚意。有诚意，我们就好沟通了。这些个是从你家里搜到的，这是近半个月以来你跟踪偷拍邢娜的照片。这些照片都是你本人拍的吗？啊？你只要根据事实回答我是或者不是就可以，好吗？是。好。我们在你家里面大衣柜后面发现了一个这样的地下室。里面有手铐、铁笼，还有捆绑用的麻绳，这些东西都是你本人准备的，对不对？是，很好。7月27号，你跟踪邢娜到了金永玉的 KTV， 当时因为这个卫生间里面的灯光昏暗，你误把穿着邢娜外套的柳原当成了邢娜。用乙醚将其迷晕，正准备带走的时候被金永玉发现了，也就是 KTV 的老板。你是惊慌而逃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你根本就没走，你躲在邢娜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上，你在那继续跟踪她，对不对？
终于在辛娜又再次回来的时候，你按耐不住你内心这种变态的欲望，将她绑走，囚禁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没有发现女孩踪迹，只发现了这个。蒋队长，我来问你最后一遍，告诉我辛娜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有诚意是好事儿，你要是套路我，就是你的不对了。真的不知道。你这伟哥，你有时候你这脾气也确实是太暴了，你稍微控制点啊。太尉，你出来一下。出来！你是不是神经病啊？再过10分钟他就撂了，你瞎搅和什么？不是他，什么玩意儿不是他？凶手不是他。凶手不是他啊？那照片，那地下室那跟踪，那怎么就不是他了呢？我告诉你，都崩溃了。再过一会儿，那就全撂了。你这，在他家发现的日记本。我知道，我深爱着眼前的这个女孩，我不能再失去她了。但是我还是晚了一步，她被别人带走了。我要找到她，无论她在哪儿，我一定要找到她。她只能属于我一个人。我去，哎，这你也信是吗？啊？他明明知道咱们要去抓他，故意弄个假日记本搁到这儿，这你也信？我真服了你了，真是的。没错，在心理画像上也对不上。他是跟踪邢娜的人，但是不是陷害老邢的人，就连替死鬼也做不了。你想，一个这么懦弱的人，做什么事情都要再三考虑，对方怎么可能把这么重要的绑架任务交给他呢？哦，这让你画出来的。你那画像从来都没有过谱，我告诉你，先别搅和了。你怎么较劲呢？你较什么劲呢？吃饭去吗？啊，去不去？5月16日，这一天的天气很不好，下
下了整整1天的雨，在公交车上，一个女孩不小心踩了我的脚，她回过头来，在她的眼神里，并没有看到嫌弃我身上味道的目光，相反，她跟我说了句谢谢。今天是7月23日，天气微微的下着小雨。看着邢娜刚刚从天使进入了盛华投资，距离我上次见到她已经3个小时了。今天化了一个淡淡的妆，进入了世祥影画工作室整整1个半小时。7月25日，她上了一辆公交车，在双联红星小区下了车，反而对我说了声谢谢。走进了一家名字叫做团，她是爱我的。只属于我一个人。我的爱散尽将来，眷恋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？我下班回家，我跟你干嘛？这是邢大回家的路，不是你家的方向。你真以为我收拾不了你了啊？你以为你把邢娜藏起来，我就找不着了是吗？啊！我没有抓邢娜，谭警官。我不仅没有抓，我连抓他的想法都没有。那个地宫，只是我用来玩的，用来收藏一些东西。嘿嘿，怎么样？哎，我跟这事儿没关系了吧？我只要不承认地宫是用来关人的，只要我是计划吧，但是并没有真的抓，你们就永远也抓不了我了，对吧？对。我很爱邢娜，是真爱。还早呢，就站住！干嘛呢？你问你的。邢娜最近在找工作吗？对，这不马上毕业了吗？他想赶紧把出国申请给办了。她要出国？是，
我记得有一次他好像跟我说过吧，有一家公司给他发来了 offer， 需要家长签字。他本来打算签完就走了，就是这几天的事儿。哪家公司啊？他没说。不过一般类似于这种事情，他会记在一个小本子上，但我刚才也没看到，不知道他放哪儿了。你是要搬走吗？汪警官，自从娜娜被抓走之后，我被你们检察局带走询问了2次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只要我全力配合，因为有你这样的神探在，娜娜很快就能回来。但是直到现在，你们连她的头发都没有找到。对不起，王警官，我害怕了。我害怕，如果我继续住在这座城市，有一天，我会不会像邢娜一样，消失的无影无踪的？而到那个时候，你们依然找不到我。我本来以为只要有你们在，我们可以什么都不用怕。我可以把我真正看到的、真正想说的全都告诉你们。我以为你们一定会把邢娜给我救出来的。一次次给我们希望，然后又一次次让我们绝望。对不起啊，我说多了。再见。很爱邢娜，是真爱。邢娜，娜娜，快点！瑶瑶，怎么了？等会儿。
太尉，你在哪儿？吃饭呢。蒋飘有问题，他曾经潜入过邢娜的家，并且拿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。他撒谎了。掌门人，开门！我现在就在他家呢。对。可是他不见了。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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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动动你的右手。谢谢你，现在我问你几个问题啊，每个问题只有3秒钟，回答对了，我放你走。东是哪个方向？恭喜你，答错了。我们接着问啊，东是哪个方向？右边，右边。又答错了，再问啊，东是哪个方向？左边，左边。东是哪个方向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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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宝宝啊，这个迷宫你叔被封了2年多，直到现在才开。你说你知道为啥不？不知道。因为这里啊，曾经死过人。讨厌。讨厌，吓我！你看啥呢？要我说啊，就该把那些个跟踪狂、骚扰狂啊，统统全都抓起来。激进分子。嘿，我怎么就激了呢？打个比方啊，一个真心的追求者，每个月、每天送给他爱慕对象一束玫瑰花。一方面，他是想表达自己真实的爱，没有任何恶意；但另一方面，有可能这束玫瑰花给他的爱慕对象带来了痛苦，说不定他对玫瑰花过敏呢。你说这个送花的算不算犯法？这不好量刑吧？明白了吗？不明白。这涉及到过度追求行为的定罪问题，法律必须确保。跟你说了你不懂。总之，这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，稍微有不当的倾斜，就会导致这类法案整个崩坏。是吗？嘿，就像这样。
死者蒋佩饶今年35岁，未婚，现在独居在双联红星小区一间一居房。死者的身份已经确认，说说现场情况。啊，明白了。这个是刚才唐优他们技术科发过来的报告。法医的血液鉴定结果显示，死者死亡之前吸入了大量的乙醚，说明凶手是绑架了死者。然后死者的身上呢，大概有6处电击伤，其中包括脚腕、手腕以及大腿，呈均匀状分布。然后从伤口的电流斑、皮肤金属化以及骨珍珠等一系列的现象显示，死者生前不只是受到1次电击，所以排除了这种意外受到电击的可能性，绝对是人为导致的。那么我们推断了一下死亡的时间，初步定在今天的凌晨2点左右。但是在蒋佩饶的脖子上发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标记，一个类似于六芒星这样的标记。发现尸体的地方是在万延山嘉年华娱乐城地下迷宫的一个房间里。这个房间里除了尸体之外，还有死者平时追踪的这个女孩照的这些照片啊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这个屋子里连个插线板都没有，更没有什么电击设备，所以根据这些，我们推断出这肯定不是第一案发现场。凶手非常狡猾。蒋佩饶的手部、面部以及所有有可能留下凶手指纹的地方都被处理得一干二净。因为发现这个尸体的是第一批进来的游客，所以现场也被破坏的差不多了，没有采集到凶手的脚印。之后，我们对蒋佩饶的家里进行了一次复查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啊！为什么？怎么可能呢？这里也不是蒋佩饶死亡第一现场，你冷静点。阿展，给大家交代一下复查的情况。好。在蒋佩饶自己家地下室里头，我们也没有发现电击所留下的痕迹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怀疑凶手是先潜入蒋佩饶的家里，把蒋佩饶劫走，在别处实施的电击，并且我们在蒋佩饶的家发现邢娜那本丢失的笔记本。我大概翻看了几下。记得都是邢娜近几天的行程。邢娜最近一直在忙着找工作和出国的一些相关事宜。绑架邢娜的这个组织在绿藤市很有可能是通过假招聘来点人头的。很好，这是个重大的突破。哎，你们说蒋佩瑶是不是因为这个才让人灭口啊？从作案手法上来看，刑局的案子务求简洁迅速，是同一个人作案的可能性并不大。还需要再查。哎，唐优，监控方面呢？我调查了万延山嘉年华的监控系统，发现有被劫持的迹象。在凌晨4点至5点之间，监控休眠了大概1个小时。再次启动的时候，画面里只有死者一个人了。这个凶手还用摄像头拍了几张照片，这些照片在凌晨5点间开始在网络上流传，还详细配了蒋佩瑶的那些变态爱好，现在已经都传疯了。哎呦去，简直了！说重点。这个凶手一定是一个大神级的黑客，他们在发给嘉年华员工的邮件里面还包含了一个木马链接，只要这个员工点进去，他们就能顺着通道黑进游乐园的安保系统，成功劫持了摄像头。这个凶手的 IP 地址我已经尝试追踪过了，他采用了人海战术，在全世界范围里劫持了一大批僵尸电脑，当成自己的替身，也就是说，全世界千万台电脑前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他。但只要是人类，就会留下破绽。被劫持的所有的电脑攻击端都来自同一个信号发出。我找到了这个黑客的代号，叫 Miss Q。
以及它原始的地址是在冰岛维克小镇奥斯陆105街14号白色恋人游戏厅里的一个超级玛丽游戏机里。用我们老百姓说的话，你被那个 Miss Q 给耍了。开会呢，开会呢，开会呢。好了，邢娜的失踪案虽然已经过了最佳的研究时间，但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没有放弃。今天发现的邢娜的笔记本给我们指明了方向，还有邢娜招聘的这条线索，所有的疑点一定要认真的分析排查。还有他，这个死者曾经是咱们的嫌疑人，不管是巧合还是背后有什么背景，分出一组人来，认真的查下去。最起码他的死法就很蹊跷。哎，方墨，从犯罪心理学上有什么疑点？首先，一般的杀人案谋求迅速，拖延的时间越长，越容易被发现。其次，本案中死者被劫之后曾遭遇过长时间的酷刑折磨，而这种冒着极大风险的折磨，显然是在宣泄凶手的某种情绪，而这种情绪与仇恨有关。其次，凶手为什么选择电击这种费时又费力的方式？想要折磨他，一把小刀就足够了。除非凶手是想用迷宫和电击来表达某种情感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综合上面的说法，凶手的目的在于复仇，而且他对迷宫的路径非常的熟悉。现在看来，我们要把全身的触角都伸出去，抓住一个线索就一直都往下溜。邢娜的案子，重点要查招聘，查地下迷宫，查黑客，还要复查现场。就算大海里捞针，我们也要一直的查下去。行了，按照布置，大家分头行动吧。返回。吓死我！昨天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我不告诉你我吃饭了吗？就是在这儿吃的吧？还是个烧饼。昨儿你给我打电话之前，我一直跟着他来着，我一直跟到这儿，我亲眼看他从这儿进去，再没出来过。我吃饭都是点的外卖，哎呀，我就蹲这儿啃的这烧饼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凶手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可能把他从这儿弄出去？而且又抛尸到几十公里之外的那个地下迷宫啊？你是说你一直看着蒋飞尧没有出来过？对啊。除非凶手像个幽灵一样，可以凭空进入到房间里，然后再凭空消失。
好队购票。哎，你好，这个就是那个死过人的项目是吧？哎，对，你先排队买票好吧？来，不要挤啊，各位游客，不要挤，每个人都有票。各位游客，不要挤，排好队购票，不要挤，每个人都有票。哎，警察同志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个迷宫啊，全长450米，34个十字口，57个死胡同，结构太复杂了。就那天那个游客发现一个尸体，整个人就慌了，在里面到处乱窜。后来还是一个游客按住了求助铃，我们才一个个给救出来。你看一下这个，通关救人都是我们这边的。还这个封关排行榜，这个第1名谭记，为什么比第2名快这么多？那可不是啊，这个记录我估计得保持好几年。不过这小子挺有意思的，从我们开张之后就经常来，算是我们老主一个。是哪一个？就这个。经常来是什么意思？为了得第1名吗？创纪录之后也来，好胜心强，估计想打破自己的记录。他手上拿的是什么东西？奖品吗？啊，就这一个指南针。奖品应该不是随便拿的吧？有没有留下个人信息？你谁啊？我叫方木，刑警队的，找你了解点情况。嘉年华迷宫的杀人案吧？我这么说是不是对我不利呀？我以为你会问我，你怎么知道？7月27日晚上，你在哪里？好像在网吧打游戏吧？对，打 CS， 鸿运网吧就在我家楼下。打游戏为什么不在家里？网吧键盘随便拍随便敲多爽，还能跟人组队。什么时候离开的？通宵呗，还能几点？早上6点，反正出门的时候天亮。一个人？对啊，单身狗。谁能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？妈呀，还搞这么吓人！照你这么说，我是不是找个人天天跟着我？不然哪天指不定碰到像你这样的人，把我给问住了，单独撒泡尿还能变成嫌疑人了。好，我们会查清楚的。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去那么多次迷宫，是为了证明你的方向感，还是想画出迷宫的地图呢？我就嫌自己桌面空，拿这个奖品当摆设。老板，开个机。老板，想打听个人。不知道。这个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那天他来我这上网要矿泉水，我给他拿娃哈哈，他还不喝，非要农夫山泉，还要凉的，折腾了半宿，一直到早上，就他。老板，2瓶红牛，自己拿10块。就他。这个人你怎么会印象这么深刻？时间呢？7月27，因为那天咋回事？他非得要个酸奶，要当天的。那你说我上哪给他整当天酸奶去呀？我差点没拿凳子抡他。你咋的了哥？来个这个来。不用了，记性不错。你走啊哥。那你过来啊。泡沫，
我们调查了游乐园的所有工作人员，没有发现可疑人员。你说吧，你说吧。然后我们走访了蒋佩瑶的小区附近的亲友或者邻居，蒋佩瑶平时基本不与外人接触，也没有可疑人员。但是，我们调取了蒋佩瑶家附近小区巷子的摄像头，发现了这个。人家起来情况怎么样啊？他这个呢，各项指标呢都是正常的，但是哦，就是很奇怪哦，这个人就是醒不过来呢。什么叫正常啊？啊，好好的就在这躺着，你怎么不换身衣服在这躺着呢？不是你这个，行，医生，我们那个知道人正常啊，这个指标呢也知道没问题，我们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。我问你话呢。队长。啥以前我在你手底下干活，你每天高高在上的训话，我在底下听着。现在呢，啊，风水轮流转了吧？在以前，那时候娜娜还小，你一遇到棘手的案子，那眉毛皱的就跟苦瓜一样。娜娜每次看到你这个样，让你躺下，帮你揉眉头。她现在暂时不在，我先帮你揉揉。哎呀，少点操啊！我食言了，我没有把星娜给你带回来。这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复杂的多。什么时候能醒过来？帮帮我，啊！你看我干啥？刚才给那糖里芥末味儿的，你不用管我。我这也是芥末味的。喂，啊，太尉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医院呢。有什么事你说。周围有没有咱们的人？我出来了，你说吧。立刻回警队，什么都不要问，什么都不要说。不是，有什么话你就直接。你好，我们台警官，你好，台警官，到底什么是你杀的蒋佩瑶的？请问你最开始跟踪蒋佩瑶的动机是什么？也许他也不是凶手。
说说理由。第一，蒋佩瑶死于地下迷宫里面，复仇概念极其明显。第二，死者死亡时间是凌晨2点左右，而这个时间，他也正在睡觉呢。谁能证明？我。这样吧，这个案子先由方木负责，台委呢暂时休息几天，等技术科拿出你不是凶手的证据之后，你再出来。就这样吧。局长，老邢还在病床上躺着，邢娜也没找着，这时候你听我的指，这合适吗？我相信你，方木也相信你，大家都相信你。可媒体呢？公众呢？死者家属呢？他们会相信你吗？老邢昏迷不醒，邢娜下落不明。你着急，我比你还着急。那然后呢？难道这能成为不择手段办案的理由吗？我们是警察，和犯罪分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知道能干什么，不能干什么。我们不能一边怒斥犯罪，一边又助纣为虐。公众、媒体、死者家属，他们不需要知道真相。他们不需要知道我们在办案当中出多少汗、流多少血，他们只需要知道，万一有一天这些无辜的人，他们被冤枉，成为了犯罪嫌疑人，需要我们这些警察为他们洗脱冤屈，为他们查明真相，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证明正义永远都不会缺席。只不过正义有时候会来得晚一点儿。正义是什么？他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时间一到，你们就会感觉到正义结出的果实。吃不吃？吃不吃？吃不吃？行了，一天天跟有病似的。筷子。你只是从外面看到他是一个盒饭，但是没有看到他落地的结果。其实
它原本就是空的。犯罪心理呗，单纯的智商问题。唉，02年，咸阳市缉毒案，杀毒犯，2把手枪，1把卫士。我和老邢把他们堵在院子里，当时队长还没发话，我就冲了进去。那时候年轻啊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根本就不知道人的生命可以渺小成这样，说没就没了。那时候这满脑子里面噼里啪啦跟放炮一样，子弹就在我脑袋边嗖嗖的飞，真的偏一点就把我脑浆子干出来。当时我就想，完了，连媳妇儿还没娶着就挂了。你说我这么死了，能不能封个烈士啊？这算2等功呢，还是3等功？就在那时候，老邢突然窜了进来，把我连拖带拽的拉了。我肩膀上中了1枪，肚子上中了1枪，这儿也中了1枪，差一点从邢志森同志变成了邢志森公公。我这条命是老邢捡回来的，所以我这条命是老邢给的。邢娜是他的命，那就是我的命。可我他妈现在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。你说人没了还他妈不让找了，唉。这是我从老邢办公室找着的，不知道有没有用。唉，靠你了。先把饭吃了。喜欢吗？每个人的内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些无法治愈的伤疤，治疗这些伤疤、舔舐这些伤疤的方式其实很多，但是想彻底治疗它的途径却很少。我明白，我只是想在您这儿舒舒服服度过2个小时，什么都不想。我试过几百万的深度睡眠系统，试过躲在录音棚的隔音室里，也试过躲到乡下，但是只有在您这儿，我才能入睡。我经纪人居然还想帮我接一个卫生巾的代言。亚凡，方叔叔好。放学了。是。
怎么没回家啊？一会儿就回去。我请你喝杯东西吧。不用了，我还得回去做饭呢。来吧，正好我也渴了，一会儿送你回去，保证赶在赵阿姨发火之前。来吧。来，吃吧。饱了。还有这么多呢，快吃吧，不用管我。饱了。那你至少把这个吃了，不然一会儿就化了。我妈以前也经常带我来吃肯德基。赵爷爷，我回来了。我还说呢，你这丫头跑哪去了？怎么蹭上方木哥哥的车了？也是偶遇。亚凡，拿去给孩子们吃了吧。刚查完回来，路上遇见亚凡，带他吃了个肯德基。这玩意儿以后别买了啊，别把孩子的嘴吃馋了。没事，偶尔一次。你看看，邢娜还没下落，又来了这么个案子，你肯定是忙疯了，又惦记着我们这边。没事，也该换换脑子，不然有些事总想不明白。哎，这个什么迷宫的案子也真是够蹊跷的。这几天我们都不敢看新闻了，怕孩子们看了害怕。死的那个叫江培瑶。哦，江培瑶，有线索了吗？找到一个叫谭记的，不过他也不在场证明，但是我还是怀疑他。您上次跟我说的 PTSD， 他多少是符合的。谭记。这多少天没洗脚了啊？怎么那么多苍蝇啊？典型的仪式化灭苍蝇现场。又来了，能不能帮我打苍蝇啊？一般来说，
凶手在犯罪现场使用仪式感，无非是满足自己的某种心理或者情感表达，比如说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，或者泄愤报复。凶手认为，只有完成仪式感，才算是成功的完成杀人行为。灭苍蝇高手，你是想世界和平？我更想睡个好觉。要求不高，很简单。谢你要给我科普了一下。你只要去洗个澡，整个房间都世界和平了。但是我还是晚了一步，他被别人带走了。在之前的侦查中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蒋培瑶的确没有绑架过邢娜，但是他之后去了哪里？蒋培瑶有一个习惯，他会把每天拍的女孩用日期来排列和分序，而在27日晚上，蒋培瑶却拍了一张类似于柱子的照片，这非常不符合他的心理状态。我在城湾宾馆附近也拍摄了一张类似的照片。也就是说，在7月27日，蒋培瑶的确跟着被绑的邢娜来到城湾宾馆附近。假设说他真的拍摄到了凶手的真容的话，那么蒋培瑶的这次死亡就不是一次简单的谋杀，而是被灭口。另外，在刑局的办公室里面，他也发现了一个处理的非常完美的信封，不管是包装纸还是信封的边缘，都没有任何的手指指纹。还有，我在网上分别查询了7月27日左右所有关于城湾宾馆的搜索记录。在7月26、27两天的时间里面，在城湾宾馆举行过2次大型的招聘会。在邢娜的日记里，她也表示考虑通过招聘而出国的事情。那么，恐吓信、招聘、邢娜被绑架、老邢被陷害之后，蒋培瑶被杀，这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？大壮，其实，在咱们生活中啊，越是珍贵的东西，它越要远离。所以，邢娜应该是怕自己的父亲产生愧疚啊、伤心啊等一系列的负面情绪，所以决定以这个招聘的形式出国。恰巧呢，这个集团又想对咱们刑局产生一系列的复仇计划，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邢娜的基本信息，然后在7月27号的那一天，把邢娜绑架到城湾宾馆。然后呢，又将刑局成功的诱骗到城湾宾馆，之后导致刑局开枪杀人，然后栽赃刑局，畏罪自杀。但是这个局出现了一个他们意想不到的问题，台伟的突然出现，在最后关头听到了刑局口中所说邢娜被绑架的事情，那么这个局就会不成立。于是他们把知道消息的台伟也要干掉，所以之后的诈车事件也就出现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杀害蒋佩瑶的凶手和绑架邢娜的贩卖人口团伙是一帮人？
杀人动机是对上了，但是杀人方式对不上。如果是这个组织，他们完全没有必要使用这么有仪式感的杀人方式。另外，蒋思瑶身上的标记为什么通过迷宫这个元素，暂时都还不清楚代表的是什么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前一段时间对邢娜绑架案的侦破方向是对的。唐友啊，你把邢娜的招聘公司和城湾宾馆的招聘会对比一下，看有没有重合的情况。另外，既然是有组织犯罪，那么就把绿藤市及周边地区近些年的失踪人口情况排查一下，特别是女性，兴许能找到新的线索。另外，从今天开始，台委同志恢复正常工作。台委啊，稳着点儿。王者归来，王者归来啊！怎么样？哎，你想笑就笑出来，别在这憋着行不行？太尴尬，喝两杯来。太尴尬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生的。相传在古希腊有一个国王叫做米诺斯，他的王后受了海神波塞冬的诅咒，与一头公轮怪私通，生下了一个牛首人身的怪物。这个牛首人身的怪物不食人间烟火，只爱吃人，刀斧不入。国王米诺斯拿他毫无办法，但又怕丢人，所以就命人建了一座复杂至极的迷宫，把他关在了迷宫的最深处，也就是蒋佩瑶的位置。对不起，我食言了，没有把辛娜带回来。从前有一个河神问一个农夫：“我这里有3把斧头，金斧头、银斧头和铁斧头，你要哪一个？”结果呢，农夫就把铁斧头拿走了。为什么？那你换了。通过农夫这个提示，他用斧头应该是来砍树或者劈柴，所以铁元素是最锋利的元素，他应该会选铁斧头。一样锋利。那通过河神这个提示，说明农夫曾经把斧头掉进过河里。通过农夫这个身份，最有可能的就是掉的铁斧头。他很诚实，所以会选择铁斧头。没有掉过水里。按照人性的常理来说，人一般都会选择最优于自己的条件，不然那就会产生不合理。就是不合理。这个世界上本身就存在着合理和不合理。农夫他就是喜欢铁斧头，所以就拿走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怎么了？其实，每个人的内心都存在着一座迷宫，你永远也无法看清那座迷宫的最深处藏着的到底是恶魔还是天使。但是他就是这么做了，就是把人杀了扔进了迷宫里，选择了一种非常不符合逻辑却符合动机的方式。但是你只能凭这些就不去抓他，而选择在这儿盯着这幅画，猜测当时凶手在想什么吗？
我在邢娜的日记里整理了所有她提到关于招聘公司的材料。稍等我一下。邢娜失踪的当晚，在城湾宾馆的招聘会上，发现了3家邢娜曾经应聘的公司，其中有2家在已招收的名单里，有几名女孩来自偏远的山区。这2家公司应该有问题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杨宇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？没事儿，既然这个事情已经漏了，我们接下来想的就是怎么去脱身，不要总想着怎么去赢。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么一句话？幸存者才是胜利者。金先生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来了。好，过去。过去。别害怕呀。你多大了？15岁，15岁。问你了吗？你从哪儿来的呀？云南之县。是第一次吗？什么第一次？啊，对，老板是，绝对是个叔，您放心，保证是。行，把他带上车吧。什么意思？我不走。王妹妹，不是应聘打资源吗？我不走。是，本来就是应聘打资源的工作啊，你简历上就是这么写。我要回家了。听我说，钱都给你付了，你他妈的是不是？别给脸不要脸！我他妈花钱把你买过来干嘛呢？你让我回去吧，明天就是我生日，我保证，我回去以后马上把钱还给你，我保证。放开！你明天过生日啊？叔叔，我求你让我回家吧，我妈还躺在床上等着我治病呢。那么可怜啊！你明年几岁啊？我18岁。小丫头片子，你他妈在这瞎说！简历上不是说你15吗？不要打我！
时候，生活就是很艰难，但是再难，你也应该要坚持下去。你要熟悉这种感觉，掌握这种技巧。你妈妈不是还在医院等着你治病吗？对不对？哎，小鱼，对，我是赵武。上个月的财务报表做的特别的不专业，你跟人力那边说，如果下次再这样的话，就让财务那边走人，好吧？好，就这样。是这样的，唐小姐是吧？我虽然你的年龄是这样，唐小姐，在工作当中你也要注意。我先说，你再说，好吗？好。唐优，你的年龄20。24。我看这上面写着你是来自于云南的灵芝县，对吧？那个地方很偏吗？特别偏。是这样啊，唐小姐，我们公司现在招的这个打字员呢，是需要会电脑的，这个你会吗？会。不会。赵先生，我当然不会了啊！你别说这个电脑了，那连键盘是啥我都不知道。你别说那个 C 语言了啊 ，Java 啊 ，Linux 系统。唐小姐，这些你都是从网上看的吧？被您看出来了呀。唐小姐，是这样啊，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女孩子呢，这方面不懂不要紧，但是千万不能装，不会就要学，让人觉得你这个人特别的踏实可爱，但是不懂装懂的话，就会让人觉得恶心了。赵总，好，唐小姐，那今天先这样啊，回头让人力资源部门的人给你打电话，好吧？喂，好的，我马上就到啊，千万不要着急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啊，德行，还不懂装懂呢，破防我强吧？分分钟让人瘫痪。走，你先别说话了，让我缓会儿行吗？其实方牧师想说啊，你今天这衣服穿的特别漂亮，是吗？是吧？是，衣服穿的特别漂亮。
但是你在上面的那个表演有点儿不太到位，也还行。好了，说正事了。这是最后一家可疑的公司，城安宾馆出现的5家公司已经全部排查完了，暂时都还没有什么收获。哎呀，线索又断喽！怎么就他妈这么费劲呢？我要回家。啊？我外勤出完了，我要回家。回家，我们回家。我在前面的公交车站下。这个标志到底代表着什么？老穆，行了，线索就这么多了，那卡这儿就卡这儿了呗。但邢娜招聘这事儿肯定是真的。哎，我建议咱们扩大搜索范围，别老跟眼巴前这几个使劲了啊！壮哥，你说你这说巾帼不让须眉，当红女星竟是男儿身。田菲菲啊，是男的，男的。哎呦，长这么女神是男的，漂亮吗？嗯，现在漂亮都是男的。你长得真丑。伟哥，你快看看这个。行，我都听见了。我觉得你那屋那海报得换了啊，老弄着没用的，一天到晚。哎，但你说这记者也挺缺德的哈，那这事儿你往外报什么玩意儿啊？还让不让人活了？这隐晦曲折，当面打脸，人都没做明白。你就别在那充当正义使者了啊！现在的娱记，他不祸害他2个，他都当白活。你刚才说什么？都白活。不是你，阿展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不让人活了？不是这句，上一句。当面打脸，隐晦曲折。没错。咋了？红木，他绝对不会当面打脸。红木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跟他在一块儿的时间太短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方木这种情况下，你就不要打扰他。他现在脑子里灵光一现，噼里啪啦、噼里啪啦、噼里啪啦，全是闪电，犹如雷神附体。这雨过天晴之后啊，他自然会告诉你这彩虹是什么颜色的啊。那彩虹啥色儿的？我还用他告诉他？太尉，唐佑有危险。啊，跟了一路了，可以下手了。找什么呢？袜子失踪了。据联合国统计，全球至少有510条人口失踪流，失踪人口来自152个国家，中国每年就有800万失踪人口，而且数量也在逐渐增加。到目前为止，公安部共破获了14000多起儿童绑架案和17000多起妇女绑架案，共解救了
24000多名被拐儿童和29000多名被拐妇女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当发现少女、儿童走失或失踪后，家属及监护人应立即报案，警方会在第一时间接报后立案调查，不需要等24小时。只要不放弃，总有一天会找到的。太尉，唐悠有危险！什么？唐悠有危险？这就是这个组织一贯的绑架方式，不会当面去绑架这个女孩，这样，这个女孩之后发生任何事情，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邢娜会在当天夜里被绑架。不可能吧？这光天化日之下的，唐悠又不住那小胡同，当着2000多围观群众就去生绑啊！这就是他们最高明的地方，绑架的惯性思维。你是警察，你都会这么想，但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看客，又会怎么想？怎么样？关机了，咱就查查他住哪儿。哎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人事管理科吗？臭不要脸的，唐悠！臭不要脸的，跟我回家！我认识你吗？你认识我吗？大家都评评理来。她是我老婆，我他妈拼死拼活的在外面挣钱，她养了个小白脸。走！你有病吧？我根本不认识。嫂子，跟我回家好吧？嫂子，跟哥吵架没事儿，不要这样好吧？嫂子，有什么事我们都车上说。嫂子，哎，嫂子。我根本不认识他们。我认识，一看就叫你名了。看你这女孩子没人动手呢。我根本不认识他们。老太那么大岁数，真的不认识他。这不打老人吗？
朋友，朋友，醒醒，朋友，朋友，哎，朋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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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等，朋友，朋友别跑，朋友，朋友，我是台伟，朋友，我是台伟，别跑，我是台伟，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过去了啊，不怕啊。好了好了，都过去了啊，哭出来，哭出来就好了啊。好，没事了啊。哈哈哈。别害怕啊，没事。我就是太高兴了，你不知道，我们找你都找疯了，真的。找我干什么呀？7月27号晚上，你在哪里呀？我忘了。忘了？没事儿，让我帮你回忆回忆啊。哎，这个地方记得吧？他说谎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知不知道？7月27号晚上，你在城湾宾馆带着2具尸体来到了不同的房间，恰巧在这个时候，被一个恰巧被这个人给拍了照片，于是你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他，用电击拷问，最后得到了你想要的照片之后，于是你趁着夜色的掩护，把他的尸体扔到了地下迷宫里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哪儿不对啊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实话。好。那这个女孩你认识吗？啊？好好看看。不认识。是不认识还是认识？还是你绑的女孩太多了，你记不清楚了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被我们抓个正着，你还敢说不知道？不是，警察同志，我就第一次干这事儿，真的是第一次。对不起，警察同志，怪我一时贪财，真的。那天我在网吧玩一网络游戏，然后突然就有人上线加我为好友，然后就给我充了1万块钱的点儿卡，是1万块钱人民币啊。然后他说还有好事给我。什么事儿啊？开口就给1万？他说让我去偷一个公共浴室门口的摄像头。
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让我去偷摄像头。他说把那个摄像头安全送到他面前以后，然后他还给我一个大外卖。我们公司需要你这样的人，最近有个空位，你过来吧。这么神秘，做特工啊？搞招聘点人头。哼。如果你是我们，让你找到凶手的话，你会通过什么细节？他胳膊上有一片日式纹身。他说如果我绑架成功的话，他会在晚上6点在那家餐厅等我，顺便告诉我笼子的位置。笼子？笼子就是关押那些女孩的地方，就是去基地之前的中转站。还有多长时间？还有2分钟。他应该是不会来了。哎，接着说。编辑，忙活一天吧。我们在这个暗黑餐厅附近的那个双星红莲小区，包括广旭路，再包括这城湾宾馆，这些地方都进行了布控和监视，根本就没发现这个纹身的男子。而且经过走访调查，赵旭和蒋佩瑶之间也根本没有任何交集。我们查了一下赵旭的手机定位和行程记录上，也从来没在城湾宾馆附近显示过。经赵旭自己交代，跟纹身男子的有限的接触当中，纹身男子也没有提过关于什么照片呀、蒋佩瑶啊、城湾宾馆啊相关信息。也就是说，基本可以排除赵旭以及纹身男子杀害蒋佩瑶的可能性。看来是侦查方向错了。杀害蒋佩瑶的凶手和绑架邢娜的不是一伙人。唐优呢？啊，编剧，今天执行任务的时候，唐优受了点惊吓，请2天假休息休息。啊，唐优受惊吓了，那方木呢？
张大师，方木啊，你在哪儿啊？怎么了？你还问我怎么了？不是说好了吗？今天是亚凡来天使堂的日子，你在哪儿啊？哦，好，我现在就回去。哎呦，嘿，没休息呢哈。哎，其实那个我这么晚来，我就想跟你说说吧。其实这个事儿它不能怪你，不是说不能怪，是它就不怪你，主要错都在我啊。你用不着自责和害怕，对不对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？Two lives. One life, you're Thomas A. Anderson. 啊，咱这样，你明天就来。对呀，来，明天就来上班，好不好啊？然后那个什么，你踏踏实实的，都没事啊，就睡一觉，明天一切 OK， 明天来，好不好？差不多。来，暴脾气。哈哈。那个，你还好吧？啊，肯定不好，我知道。我跟编剧那边打招呼了啊，你好好在家休养几天，不着急啊。你不用这样做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决定辞职了。啊？不是你辞职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不怨你啊，这事儿啊，你用不着自责。队长，我现在就算走在大街上，只要有陌生人靠近，我就会觉得害怕。我知道，身为一个警察，我不应该怂，我不应该害怕那些坏人。但我真的控制不了。知道。这个是那个谁，那个大壮给你的。
提到大壮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其实你比他强多了。大壮以前特怂，真的比你差远了。以前一有案子，他就想尽各种办法得第一个点儿，所以我老叫他怂蛋嘛。其实话说回来，谁不害怕？我也害怕。我经历这么多案子，抓了这么多人，啊，黄永孝、马凯、森普，这些人在我的脑海里全都是噩梦。啊，有拿刀子的，有点煤气的，有拔我牙的，我也非常的害怕。那些伤都是抓他们得来的吗？基本上吧。那我告诉你个小秘密，你不要跟别人讲啊。有一次，我遇到一个特别变态的一个杀手，他拿一电锯，当时我破门而入的时候，哇呀，满身是血，正在那分尸呢，真的我都差点吓尿裤了。我扭头就跑，他在后面追我。我在那个正好这是个这个路口啊 ，L 型的。我跑过去，在这儿一转弯，啪撞到人那个小区里那个广告栏上，撞得满脑袋是血。现在想想，说出来跟笑话似的。其实真的内心里面，当时是非常的害怕。但是怎么办呢？你说咱们都这么害怕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受害人的家属，他们的亲人，他们的孩子，是不是会更害怕？那怎么办呢？总得有人去抓坏人啊！我不吃，你吃，吃，你吃。甜吗？记住了，姑娘，我们做警察的，就是要保护这份甜蜜。那行吧，那你早点休息吧，我先回去了，啊，别想太多了，开心一点。走了。亚凡姐姐，我也要过生日，为什么呀？过生日有蛋糕吃呀！我也要过生日，我也要过生日，我也要过生日。你看这个蛋糕多好吃呀！对呀对呀，有我最喜欢吃的水果呢，还有火龙果、哥哥，樱桃。你回来了呀？这是谁买的？你买的呀？我买的。对啊，你让杨云姐姐送来的。好了，大侦探回来了，我们就来吹蜡烛吧。快点，快点！我要吃蛋糕。那许愿吧。
好。吹蜡烛吧。雅芬姐姐，你许的什么愿望呀？第一个是希望我们能永远这么快乐生活下去。那第二个呢？我不告诉你。快说呀！快说呀！快说呀！好啦，我们来分蛋糕吧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吃蛋糕啦！漂亮的一个来，一个来。这个符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木木，还没睡啊？这是你画的啊12宫杀手每次在杀人前后都会给警方邮寄一个黄道12宫符号谜题，他是在炫耀或挑衅。约克郡屠夫每次杀完人之后，都给死者手里掖5块钱拥抱，因为他痛恨妓女。暗夜漫步者拉米雷斯在完成谋杀之后，他会在被害人的房间里播放他最喜爱的 AC/DC 乐队唱片，因为他仇恨白人。每一个标记都有它的意义，这个是死亡囚禁、反人类组织、近视培育、邪教、纹身爱好者。啊？什么？我的天哪！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哎呦，我去嘘嘘啊。